大家好，关于蒜头的种植呢，意外跟这肥沃堆草草的土壤产生了连结。由于不断的烧掉上层的杂草导致这些土壤呢含有大量的草木灰而从农数十年的隔壁婶婶对于田里的产物呢，却对这堆特别有兴趣在他重整菜地准备种植四季豆前呢，趁机挖走了一些不过知道想种植蒜头时呢，立刻回馈这一大串去年他种的蒜头甚至还亲身示范该如何种蒜头为了消化掉这些蒜头呢，今年刚好可以拿来采用几种不同的方式种植而蒜头基于用途呢，如果是要吃蒜苗建议是种植软梗的会比较好啦。若是只是要当蒜头呢，则可以采用硬梗的蒜头种植剥开蒜头时呢，别把上方的蒜末全部都剥掉了，这样比拿来做菜时呢还容易许多啦。若不是右手因为肌肉使用过度手掌发麻导致手指完全使不上力，会快速不少啦，也就不会有狗在一旁等到都睡着了。剥开蒜头后呢，有个催芽的方式是事先摆进冰箱冰个几天不过蒜头种植要到成熟的时间比较长也就看个人喜好了。在进行蒜头种植前呢，先说明一下这个巢内结构当初挖出这个堆草槽呢，不断在内部烧掉杂草与花生壳内容物已经含有大量的草木灰因为蒜头很怕湿所以这种植槽会再多垫高土壤尤其这是水田的土壤避免过湿的最简易办法呢，就是进行垫高种植。相反的，比较喜湿的作物呢，则可以种在比较低洼的地方不过现在在低洼处垫高，则是搭配日后采用慢淹的浇水方式现在画面左侧是环绕的水池所以左侧的土壤呢，下挖的深度比较少因此后面看起来虽然整个上方是铺平的但是地底下呢，扎实的土壤层却是左高右低方便从右侧进水而镜头前方堆草槽的位置呢，打算改造成高效率燃烧草木灰的方式工序的安排就是不断的找机会将这些肥沃的土壤使用掉了。而这些挖起的土壤呢，不但含有大量的草木灰土壤内部也含有很多的蚯蚓为了感念观众朋友您的赏脸就顺道提醒您吸地菜床化的方法通常整理吸地时呢，会将整块吸地都翻动一遍如果没有机械当工具帮助边坡镇压避免土壤流失会比较麻烦而若你也喜欢菜地是一块一块独立分开的，边坡的位置呢就别翻动它这样就可以让土壤形成菜床的天然围篱进行铺平挖沟的画面呢，出现了点意外没注意到苏醒的小黑呢，爆冲过程撞倒了拍摄的脚架顺道也省掉繁琐的说明过程直接跳到已经挖好的沟槽。接着事先剥好的蒜头呢，终于可以正式登场了这每一颗小蒜头呢，日后收成时就会变成片头整球的蒜头一般种植的间距呢，约5公分就可以了。除非你自信种出的蒜头呢，可以结成非常大的一球个人摆放的距离则为10公分除了手麻不方便剥蒜头的原因之外呢，因为不打算额外施肥尽量只靠地力与
一旁肥沃的水源辅助哈。这一槽传统的种植方式呢，就充当对照组了。但是这槽底下含有最大量的草木灰与花生壳灰哈，上方还有堆草槽经过500多天产生的土壤啊，也有一定的肥力支撑哈。一次摆完蒜头之后呢，再将沟槽一旁的土壤翻下，卡住蒜头啊。传统上呢，会用土壤压紧蒜头哈，不过这是比较黏的土壤啊，遇水则黏哈，就放过现在使用的不是惯用手了。而墙外呢，就可以看到邻居已经发芽的蒜苗哈，有专业的工具呢，做起来就是整齐非常多啦。回头盖上稻草啊，顺道来看一下个人提供的土壤与四季豆菜苗，目前已经稳定的开始生长了。覆盖稻草的时候呢，稻草与沟槽平行或是垂直都没问题啊。但是平行铺设时呢，可以离菜苗较为靠近哈。铺设稻草的目的呢，在台湾主要是要保湿啊。现在天气还这炎热哈，没有利用稻草保温的问题啊。而若是你没有稻草可用呢，也可以直接盖上高密度的黑网哦。传统的种植方式是需要进行覆盖啊，盖好之后呢，就要把土壤浇湿一点啊，尤其前3天得让土壤湿一点哈，这是可以促进发芽的速率啦。传统的蒜头种植方式大致完成哈，若是遇到没有发芽之处呢，可再自行追加啦。蒜头生长的时间比较长哈，没差这几天啦。至于接下来的影片呢，则不是必要的做法哈，这是在解决个人种植场域的困扰啦。种完没多久，婶婶看到这措施哈，问了用途啦，说这是在防狗躺上去睡觉，他还笑着说有点道理哦。翻开稻草下的种苗时呢，直问呢，蒜头都用光了吗？不然间距怎么离这么远啊？只好说这是先试试土壤的肥力啦，等其他区再种密集一点啦。谢谢收看。